哇，好漂亮啊！这儿，小雨，你看前头。这次我们要挑战从日本最南端的车站一路搭火车前往最北端，并且全程只吃当地特色的火车便当。现在我们已经抵达青森，今天列车将继续向北，穿越整个北海道，最终抵达最北端的稚内站。坐上这趟日本最孤独的火车，驶向大地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感觉？跟着我们的镜头，继续去北方的北方，完成这场跨越3000公里的纵贯日本之旅。本次列车不能按原发时间开出。你自己设一个密码是吗？应该是，然后这样搁在这儿，插上去，对，然后对，锁上，然后一锁，它就归零了。这多好啊，全自助，方便。OK， 走吧。哇！我帮你拉着吧。哎呦，这人没想到在雪雪地里推行李箱这么费劲。啊，对。哇，车上好多人呢。是。这边也是人，那边也是人。你看这边。这雪，哇，真厚。都堵上了。我们现在已经赶上了车，回到车站。咱们回到是哪个站？新青森站。新青森。暴雪后的青森迎来了一个通透的晴天，阳光下的积雪显得更加洁白。一早，我们赶回新青森站，准备搭乘今天的第一趟列车。接下来，我们将穿过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铁路隧道——青函隧道，正式抵达北海道。哇，很多人啊！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们是同方向的。接着往北走。走吧，咱们继续往北。对。现在感觉我们的这个 JR Pass 真的挺好用的哈。你看我们俩刚才进来等新干线，但是突然间想着出去待一会儿，对，透透气，然后就拿这 JR Pass 的这个票直接刷出去就好，相当于是有一个免费的入场券似的。对，哇，这是洁白一片的世界。我感觉今天好像暖和了一些，然后雪都开始化了。因为我们昨天到的时候有风，对，风很大，然后今天很平静啊。在我面前有一个铲雪车，就是雪太大以后，它应该是开路先锋。然后这边呢，现在我们走到这边应该是一个等车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都被雪给掩埋了，感觉也没人了。你要干什么？你看这边的雪球，随随便便一弄就是一个大雪球。是，我看，你看，这么大。怎么这样啊？讨厌！不许抱我啊！我跟你说，和谐啊！我跟你说，和谐社会。做好了，雪人，一个熊猫吧，算是熊猫吧。熊猫，然后围着围巾，但只能用光影才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吗？没有使用什么胡萝卜呀、煤球什么的，没有。对，没有。而且这个雪它是黏黏的，是随便弄它就可以塑形。而且我还做了后面一个滑下来的感觉。对。咱9点多5个。我们的车来了，新函馆北斗方向。对，我们今天坐的是北海道新干线 ，OK， 然后要坐到函馆北斗，然后我们去坐北斗号。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到北海道了。
搁这儿吧。OK， 咱们单侧哈。続きまして木古内10時40分。終点新函館オクトには10時53分到着です。全車指定席で自由席はございません。9号車グリーン車、10号車グランクラスで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海底了。走了。现在车里突然间播起了音乐，然后好像是意思是马上要进入海底隧道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即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海底新干线，这是第一次。车就会全黑了。这个海底隧道其实是有求生通道的，它修了不只是一个这样的通道，它还有这种就是人可以走进去的那种隧道。哇天！离开奥金青金别站，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在了本州岛的最边缘。随着车窗外的光线被隧道吞没，新干线正式扎进了深邃的青函海底隧道。在隧道建成之前，跨越本州与北海道只能依靠渡轮。1954年，一场台风导致跨海渡轮沉没，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这场惨痛的海难促使日本彻底下定决心，要打通一条绝对安全的陆路通道。从破土动工到1988年正式通车，工程人员在极其复杂的海底断层中艰难挖掘了整整24年，才创造了这项工程奇迹。在这个海底隧道的车上，就是全程老有警察在这巡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车上经常有警察出现。现在我连着它的免费 WiFi，然后呢，我可以测试一下它的网速。也就是在海底也有网啊。对。然后看看咱们的视频，最新的。对，看看它顺畅吗？小声啊，小声。啊，好快。啊，还是很快的。真不错，真不错。但是日本广告。日本广告。行，可以可以。测试成功。现在我的感受怎么感觉有一种在高原的感觉呢？就是，对我感觉怎么感觉脑子有点发胀，然后胸口有点发闷的感觉，就好像我在潜水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本身它速度太快了，不是，也有可能我前2天咱俩坐的时候是这速度，我没感觉。我们2个人刚刚从海底隧道出来，一片洁白的世界，我们已经到了日本的北大地北海道。这边不一样了，这边感觉更野生，是吧？咱们的在那边那个岛呢，是属于更城市化，这边更野生一点。北海道还都是雪，前几天的时候，这个北海道因为下大雪，然后很多车也都有停运的状态。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很幸运，对，这些车都开始运行了。新函館。我们刚刚下了新干线，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札幌，对，然后继续我们的第2段。这段行程呢比较长，是3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呢要带一份便当在身上。后面这便当呢是自助便当，你自己选，对，可以搭配，还挺好。你看这个配在一起，是，好像全是北海道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哈。对 ，Thank you。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章特小，日本章巨大，巨大，哎，多完美啊！是吧？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韩馆的，是寿司吗？寿司。刚才我在寿司店看见了。太逗了，淘宝的寿司。在闸口外头有座椅，还有一个加热的丝在这儿。我说怎么那么暖和呢？从哪儿上？6吧。咱这是几啊？咱这是4。啊，上4。行。对，先上4，上来再说。这是5，这是6。为了拍一个镜头，上来吧。告别了新干线，我们在新函馆北斗站换成了特急北斗号，正式开始穿越北海道的旅程。在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里，列车将沿着内浦湾的海岸行驶。列车路过的第一站是大沼公园站，
大沼来自于日本的原住民语言阿伊努语，意思为很大的湖泊。此时，窗外那座被白雪覆盖的山是至今依然活跃的活火山居岳。紧接着，列车抵达名为森的港口小镇，这里是北海道著名的扇贝养殖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近海渔业衰退，现代养殖业也不再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小镇的人口开始不断流失，如今只剩下1万多人。过了森站，列车继续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行驶，下一个到达的小站叫巴云，它是日本唯一一个同时面对太平洋和日本海的小镇，这里是北海道畜牧业的发源地。洞爷站。其实，在这段火车纵贯日本的这个行程之中呢，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经过那些东京啊、大阪呀、什么的都没有这种古早的小站了，都是非常的科技化。但是当我们到北海道以后，立即都是这种小站了，让我回忆起了我们在台湾铁道旅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铁道旅带给我们的一种情怀吧，能看到铁道的这种故事，去了解一个地方。行李箱跑到这儿来了，我给它拿回去。还有说明书呢，还是它的介绍啊？介绍这个站，自己走进房间里，然后熏了一下，出来就变成这样。居然有股熏鸡味儿。熏鸡味儿。我天！应该买2个。这个它不咸，好吃啊。它虽然有不是咱们那种咸鸡蛋，不是那种，它虽然有点咸味儿，但是不是很咸。然后它吃起来，这样闻起来都有那个熏鸡的味道。那真好啊！我感觉吃这鸡蛋跟吃了熏鸡肉一样，好吃啊！它可以达到10分，是吧？真的。竟然一个鸡蛋胜过了所有便当。哎，鹿。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我们在摇晃的车厢里品尝着美味的火车便当，享受着这段漫长旅途中难得的悠闲时刻。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退去，列车途经登别，这里以地狱谷奇观和温泉而闻名，是北海道著名的旅游胜地。随后驶入港口城市山小木，这里是北海道重要的海上门户，也是许多人乘坐跨海游轮前往东京的起点。驶过山小木，列车告别了漫长的海岸线，转入千岁线向内陆进发。窗外的荒野逐渐被密集的建筑和灯火取代。我们在傍晚时分终于抵达了北海道最繁华的大都会札幌。还可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适应温度一点点适应过来了，还行。对，我们刚刚到达札幌，我们一会儿还要转车，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札幌站的一个啤酒屋。是我们有1个小时时间是吗？对。哇，札幌站，往四面八方的人。我现在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自助的便当机，这应该是我们全程第一次见到这个自助的便当机哈。对呀。而且是电子选，你看，什么都有，应该还有保鲜哈，它是凉的，应该是。对啊，它要给推出来。你看它，其实有的便当已经卖完了。对，已经卖完了 ，sold out 了。你能想象吗？北海道这么冷的一个地方，对啊，现在有这么多人，人很多，然后大家都来玩。其实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然后那边呢，就这个是我们要去的啤酒店，它是站着喝啤酒，它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就想来喝一杯。对，走啊！哇，
就是它这儿啤酒只有这一种，然后呢，你就是要1杯还是2杯？ Thank you。如果一个人2杯的话，就是1对，杯。但是你看它杯子并不大，对，你看它1984年是这个店，可能说的是这个店。对，可能是。啊 ，Thank you。好冰啊！不是有喷味吗？好绵密。大家都在这里喝酒，然后外面就是热闹的札幌站，只有一个塑料布在这隔着，很有意思，非常的有趣。喝完了。然后我们又扎入了人群之中，对，然后我们又可以接着赶车去接着了。赶车。哇，这是札幌站啊！哦天哪！喝完酒之后，在车站里更晕了。是，咱们去盖章啊，小雨。对，盖章在那边，在那里，在那边，这边咱们还要去那边。行哎，感觉行哎，行哎行，还凑合，可以。不是特别的好。有些细节没有哈。对，因为它里边好像磨损的有点严重。是，这么复杂的牌子怎么看呢？啊，这么多的线路怎么看？对，因为就是它上面就是屏幕上面有一个固定的字，固定的字啊，是有固定的方向的。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要去哪儿呢？比如说我们要去旭川，那就是第3个屏啊，就这个屏啊，旭川方向。对，然后旭川往左之内方向这个。也就是你到了以后，先找固定字，然后呢去找你几点的车。你的车。对。然后呢，现在我们是5点半，所以现在还屏幕上没有呢。对，还没有呢。它一般会半个小时之内才会出现的，可能是马上就要出现了，可能是。看看我们这个车的车头，特别漂亮，漂亮极了。一辆绿的，一辆紫色的，这2辆车是一样的。旭川3特急就这一个。这是绿色车厢，咱们订的，咱们票不是绿色车厢的那个。是吗？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它是这个标志。咱是指定席吧？对，是指定席。那走吧。哇，咱做的对吧？对吧？哎，写的1车厢是6D。啊？这没有6D啊？哦，这儿有。哦，天哪！吓死我了！这个车厢分成两半啊，不敢相信啊！这个是绿色车厢。我知道了，那个是绿色车厢，我们这不是绿色车厢。但是呢，它是分成1到5是绿色车厢，6到几啊是普通车厢，是普通车厢，但是指定席。对，那个绿色车厢更亮，感觉更干净，更亮。座位也不一样，座位也不一样。就感觉更好，沙发，对，然后这个沙发明显感觉到有点薄，就是这个普通车厢已经很好了，是绿色车厢更好而已。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订的这个车厢相当好。我们俩每次都是找车，对，特别怕坐错车。美贝、沙川、龙川、深川，终点是旭川站。车位置还有2个小桌板呢。对，我们独享一个车厢啊，一个车厢都是我们，没有人，这太好了吧？还是因为现在不对，这说明一个问题，没有人，去旭川的人少了。不会吧？对，也就是说明天旭川到市内的人可能更少，没人1趟车就咱俩。天哪！但是你必须坚持了。那我们是对的吗？哎呀。我们在札幌的啤酒屋短暂休息了1个小时，便赶上了继续北上的列车。这趟特急列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紫丁香号。随着列车驶出市区，繁华的灯光渐渐褪去，窗外只剩下雪地里孤独的路灯。一路向北，体感温度也在明显下降。我们要前往的终点站旭川，曾创下过日本气象观测史上的最低温度记录，-41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最寒冷的地方。沿途，紫丁香号依次路过岩见泽、美贝、
沙川、龙川和深川，这些在黑暗中一闪而过的小站，大多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们曾在煤炭与铁路的黄金时代繁华一时，而现在只是在窗外的风雪中与我们静静地擦肩而过。好了，我现在在去旭川的路上，听说旭川是全日本最低温度的地方。我们现在在很快的接近旭川，我要试一试这个小站到底现在冷不冷啊？小雨，小雨，你来感受一下，快感受一下，凉不凉？好冷啊！深川站，复古小站，又是一样的。手别伸出去，手别伸出去，它马上就要关。对，你看开了吗？它只开了不到1分钟。是，巨冷外头。4番線から19時5分。挺好的哈，没有那么荒，而是个挺大的城市。我们到旭川了，但是这感觉雪很大，感觉应该很冷，有点那种冰封城市的感觉。但是今天没有下雪，就是能看到车外面好多的雪。啊，是个大站。你看到旭川是个大站。这一路都是100年小站，到旭川是大站了。是。而且一看它是木头的。所以手机都带好了吧？带好了，走。走吧。旭川特别快速大雪。还有叫这样的名字？他说的是状态还是名字？哇，我们刚来到旭川车站，感觉旭川车站很漂亮，全是这种木条。对，它是木质造的，是很有特点。先改灯吧。OK，行吧，凑合吧。把那盖儿给它盖上。一下站呢就有一个 mall， 然后呢，小雨看看，就打算早点把饭解决掉。对。我们从旭川站出来，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就现在回酒店。看街边全都是雪，路上也全都是雪。但是我很奇怪一个事情啊，我给你们看一眼，为什么旭川是这样的？就是人行道这块铲的是特别干净，但是主马路这边会把那个雪拍得很平整，主要是压得很平整，对，特滑。对，特别滑。那汽车的道很滑。对，那些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滑，然后停不住吗？这个跟青森一点都不一样。青森是把就是车走的主马路喷上水，喷上热水。旭川在路上就特滑。很滑。都光亮，这样都可以滑着走的，感觉都得有几厘米厚拖起来了。黑色的是融雪剂吗？还是沙子？所以显得特别像冰激凌上面撒了黑芝麻。这个车站真的很大，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旭川站。没扫雪的地方，所有东西车这都不少。对，所有东西都埋在雪里面，显得特别的可爱。哇，这还真可以踩。陷下去了。陷下去好深。今天住的和昨天在青森是一样的。这个房间呢，因为不太好订不上，所以订了一个吸烟房。所以日本的吸烟房千万不要订，里面真的有烟味儿。这确实是我也是没有想到的。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们到旭川了，然后今天先睡觉，明天我们再出发。
这里是旭川的早晨。我们俩今天，是从南到北穿行日本的第5天了。第5天。我们今天要从旭川去往志内，是日本的最北端车站。然后今天北海道的车是通车的，是没问题的。虽然下着大雪，但是我觉得下雪挺好的，给了一些氛围，是吧？非常好。但是其实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有积雪警告，所以呢，我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说从志内回到这边的时候，不要取消。对，车不要取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留在最北端。没错，留在最北端。希望不要这样。是，我们今天会坐一个雪国列车。对，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车。应该我们要去最孤独的地方了。有人。一个咱们能看得懂的字都没有。对，赶快让 AI 协助吧。我们现在在一个旭川最老的荞麦面的店，是吧？对，1910年就开业了，已经开了116年。是。OK，Thank you。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再等会儿，再等一下。对，像不像台湾那种？特别像，是吧？就是热气腾腾，你看，而且还特干净，你看啊。厨房就这样让你看着。对。现在我们在一家1910年就开的100年老店啊，吃他们最著名的这个荞麦面。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因为它很多小碟儿，你看小空碗。小雨跟我说的意思呢是这样，小雨，我要做的不对，你跟我说啊。好呀。是把酱油汁儿倒到这里，是吧？还有芥末、葱。哎，这是萝卜泥是吗？萝卜泥。然后和一和，越加越多，你看，直接放进去了啊。其实旭川这块说是酱油面比较，酱油拉面比较盛行。我感觉你可以试试倒一点这个热汤。这是汤。对，但是我觉得它做成糊的形状，可能就是要倒的吧。天妇罗好吃，它外面焦焦的，它应该是裹一层面皮吧？对。天妇罗软软挺好吃。我这个是锅烧乌冬面。热。我先尝尝汤。其实我们之前在台湾也吃过锅烧面、锅烧冬粉。还真是，这跟这很像。对。也是酱油味的。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店虽然不卖酱油拉面，但是这些都是酱油。吃也是酱油的，对，都是旭川的酱油。就是汤一块喝啊。很清淡。是吧？我觉得整体都很清淡。但是感觉有那种昆布的味道。是，我觉得日本的这个食物，有一部分吧，就跟清酒似的。你看清酒它就清淡，对吧？然后它都是那种就海鲜煮的，对，或者昆布煮的这种汤。它挺求鲜的，我觉得。对，感觉鸡蛋会把那个面裹起来，滑滑的。应该是这么吃吧？我来尝尝。好吧。那干辣椒。你把都吃了。我喜欢荞麦面。哎呦，行。车站里面放了钢琴，可以自己弹。3時32分頃到着と言っております。平山7号は13時32分頃到着。现在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今天要乘坐
去往日本最北端车站的列车。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趟列车了，其实是宗谷线的另外一趟车，是线路是一致的。对，但是它是下午出发的，对现在我们1点半出发，然后晚上才能到。是有没有感觉它的造型、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未来，像一个铁甲战士一样，是吧？对。接下来我们4个小时就要在它上面度过，带大家看极致的风景啊！耶！啊，这是名副其实的雪国列车。前几天的时候因为大雪停运了，对但是现在呢又开通了。我们很幸运，上车快，走，咱们还有几分钟，因为它绝对是关门就走啊！对，快，走！2号车厢，指定席哈，指定席哦，还真是哇，太棒了！这是我们的座位。日本有一个动漫，就是它是完全的，就是用这个火车车头作为主角的这个动漫。我小时候看的特别好看。好了，走了。关门了。我们要去北国以北了，北国以北。拜拜。哎，听那声儿。拜拜了，旭川。他在跟我们挥手，刚才那个人就给我们拍照的。啊，对，真是太可爱了。啊。白了。经过5天4夜的奔波，我们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旅程。列车驶出旭川，沿着宗谷本线向日本最北端的车站志内进发。窗外的房屋越来越少，路过的小站也见不到等车的人，视线逐渐被大片的雪白覆盖。接下来我们要穿越的是全日本最孤独的一条铁道，而这节温暖的车厢成为了我们穿行在荒野上的庇护所。下一站叫和寒。小雨，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日本的站名都很好听？是的，对吧？很有诗意感觉，是吧？对。你看下一站叫和寒，和寒冷在一起。对，和寒冷在一起。对，我一会儿下去看看啊。这里是和寒站，哇，这个站很有特点啊，颜色是淡绿色、黄色，然后一个小圆拱，这样和寒站，可能也就停10秒吧。哇，它的那个等车的这个小站台好矮，我不知道是矮还是被白雪覆盖了。拜拜了，和寒站。就这么一个站台。我们行驶的宗谷本线在历史的巅峰期曾有70多座车站。随着道北地区林业和矿业的衰退，年轻人不断向札幌或本州迁徙，沿线的村落迅速萎缩，大量的小站日均乘车人数降到了1人甚至0人。在北海道，有些车站之所以还苦苦支撑，仅仅是为了护送村庄里最后一名上学的高中生。当这名学生毕业，车站的历史使命也就随之终结了。废站的动作在这几年仍在继续，一路上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被大雪掩盖的残破木屋，其实都是已经被抹去名字的车站遗址。现在正在经过的明记站曾是交汇着多条铁路线的交通枢纽，这里是通往志内方向最后一个大型车站，等待我们的是北海道人烟稀少的好雪地带。我天哪，这雪！纯自然的，这好看啊！漂亮。这儿一直有一条河啊，这有一铁道桥。哦，上面有车哎。是吧？
我们买了一些好吃的，因为这个路程非常的长，有快4个小时，所以我们买了一些吃的消磨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智内那边呢，有很多餐厅，基本上所有餐厅都是不能预约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到饭。对，而且今天是日本的一个节日，所以有的餐厅可能今天都不开门，所以尤其是去智内那种地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吃7这种，有点担心啊。对，所以呢，我们俩也买了2个便当，一会儿尝一尝旭川的便当。先吃鱿鱼哈，还有野菜生活。野菜生活，黏黏稠稠的，里边有各种不同的水果蔬菜。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吧，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个，就是有奶油啊、草莓的水果。酸酸的草莓，加甜甜的奶油，是吧？新鲜草莓。很好吃。车站了。美参。这站挺好看哈。摄影大师。你看他玩摄影呢。ポイントの切り替え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が、解消したため再開いたします。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我们现在的列车正在行驶在真正的荒原上，在旁边全是白色的。我甚至觉得这回这个视频拍出来只有一个地平线，对，别的对，就几棵树，这真是我们经历过的极致的荒野啊！它不是一个黑白画面，是，但是它真的只有白色。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达这个最北点，实际上离俄罗斯的领土叫库页岛，只有35公里，也就是说，现在按地理上来说，我们应该能就像看到了俄罗斯的那个冬季的荒野，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人去看溜冰，那个溜冰就是从俄罗斯流过来的。哇，现在外面树上的雪越来越厚了，没有人类的痕迹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冬天来智内还是很好的。是这个体验真好，但是就是车上没什么人，确实是。哇，这是一站。这是站台。啊，这是站台。天哪，这是一小屋是吗？知らせいたします。すぐ運転再開と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たが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由于往来列车晚点，本次列车不能按原发时间开出。现在的预计开车时间是15点22分，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晚了多少了？感谢您的理解配合。没几分钟，可能5分钟。那还行，外边现在雪特大，超级大片的雪。而且刚才我看到了那个鹿就在那个雪原上飞奔，我就没开这相机。刚才用那个车的铃声去吓他们，吓鹿，对，然后让他就跑，驱赶，对。买了2盒旭川的便当，这是我的烧鸟便当，烧鸟，哇，酱油，酱油汁，这是旭川的特点啊，他会给旭川的酱油，是，真好啊，也不错，有螃蟹。然后这个是什么？好像都是螃蟹的吗？还有鱼子。这属于海鲜便当。列车即将到达因菲自府站，列车停车时间很短，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这个便当好像没有札幌那个好吃，对吗？对。这是蟹肉不像昨天那个那么的有水分，这个稍微有点干吧。你看天桥复古吗？这应该就直接撒到这个鸡肉什么的上面，撒饭上是吧？对。
别说，还真是撒在鸡肉上，是吧？有一种甜咸味儿。是烧鸟的味道。红薯，我的最爱。真的？真是红薯。列车刚刚经过因威兹府站，这里是全北海道人口最少的村落，常住居民不到700人。过了这座小站，人类聚居的痕迹迅速被抹去，车窗外最后一点烟火气也被大雪彻底吞没。我们真正驶入了这片土地最冷酷也最纯粹的极北荒野。沿途茫茫的雪原里开始出现野生动物的身影。那边都是路，我都看见了，那边都是路。天哪，我都拍到了，哇，这边全是路。你看那边黑点儿，小黑点儿全是路。他们在岸边呢。哇，天哪！喝水呢。哇，这边好漂亮啊！现在我在我镜头里，现在我在我镜头里看到这些画面，就是冷酷仙境了，冷酷仙境的现实版。哎，我发现只要司机一停，他就在等路，有可能就是路要过这个铁轨，好像是。哇，好漂亮啊！这儿，小雨，你看前头，哇，天哪！我都不想停机啊！这是冷酷仙境啊！简直是假的啊！而且像这种地儿，咱们不可能自己到这儿来了。对呀。就是坐火车，我觉得特别的有那种安心的感觉，是吧？对。哇，漂亮漂亮漂亮！你看它现在开得很慢啊，突然间降速了。它肯定是看到路了。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北海道最孤独的荒原，就在我的身旁的这个玻璃的外面，就是极致的荒野。我们刚才看到有鹿、有鹰，还有河上躺着那种动物的尸体。我跟小雨两个人坐在这个温暖的火车上，看着这一切，就觉得建设这个铁路的人是非常伟大的，是吧？你想想这个铁路当时建的时候得多艰苦啊，在这样没有人的这种环境啊。现在我们来欣赏风景。疲惫的列车继续向北疾驰，窗外慢慢掠过几个零星的小站。天岩中川那座上了年纪的木质站房，看起来像不像台湾的香山车站？空荡荡的谎言站背后是白茫茫的佐吕别原野。丰富站曾是运送煤炭和木材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地下至今涌动着世界罕见的石油温泉。列车离开丰富站，阳光终于穿透厚厚的云层，夕阳的余晖洒向大地。在视线的尽头，全白色的立考雪山拔地而起。这座已经休眠多年的火山，奇妙地呼应了我们旅途的起点。就在前几天，在最南端的西大山站，我们同样是望着远处的火山，按下了快门。此刻我们已经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最北端，即将抵达终点。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到智内站了，现在是新智内站。现在窗外呢是特别蓝的画面，就是那光特别的蓝，我觉得就是好像这边比我平时看到的都蓝，就是傍晚的时候。可能它太纯净了。太纯净了，而且有反光。对，就是你搭着窗户看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蓝色的光，然后还有树啊什么白雪都能看得很清楚，特别漂亮。它整个这个落日的过程，我们都很幸运的抓到了，而且今天很幸运，还有那种太阳还出来了，虽然说云挺多的。而且我们还看到这个火山，虽然它是被云挡住了一半，对，但是能看到一小半，有点像富士山那个样子。是。然后呢，我们还半个小时，咱们就看看这个日本最北端的火车站是什么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Go! Wow!
我们到智内了，最北端我们达到了，而且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儿，你过来看，这是哪儿？指宿站。指宿，东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函馆，对，一直到那边，应该是最开始的是那个西大山。这都是我们坐到的站。你看现在这儿下的都是新雪，刚下的雪，这一路的风霜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冰是带方向的，冰是带方向的，对吧？对。偷一块的冰，你看，留着这冰多好啊！作为纪念。工作人员正在非常快的去换这个方向，看到了吗？对。然后马上这个车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哦，开走。对。天哪，真的呀！日本最北端智内站，还有成功北纬的度数是。大家对这个也都比较感兴趣。你看，这不是新来的人吗？对，准备上了。然后这个车马上就要往回开了，要回送了，要是。还行，我觉得我一激动一亢奋，也没觉得那么冷。但实际上，大家看我们这哈气，你就知道，其实我现在耳朵有点凉了。对，比雪山要冷多了，我觉得。现在是下午5点35分，其实这已经天已经黑了，彻底黑透了。但是其实，我能看到它的天非常蓝。是。西大山。我们走了很远，对，西大山3068.4公里，我们做到了，从西大山到现在的智内，成功！耶！啊！我觉得我们俩经常做这种结尾，是吧？老是耶，成功了，是吧？有好多集了都这样。每次结束都是还是很成功的。是。指宿枕崎线是咱们坐的那趟火车。那火车是吧？去的指宿。哦，在指宿。对。也就是西大山那儿吗？对。西大山到指宿都是这个车连接的。棒极了。哈哈。他走了。冰点下的使命，哇！你看多少人维护这个车，是吧？多不容易，除雪。哎，你别说啊，现在我感觉这个最北的小站好像不是特别差哈。你看那边很大，那边咱们去看看。嘿，对，真不错，有点像。好空旷呀，都能听到回音说话。是。哇，真的好远，这个才是真正的铁道的尽头。是。哎，这个是有日期，今天的日期。对，今天的。1、2，走。完美，挺好。最早以前的智内站，最后这样。最北端的小站，看这个有意思吗？看你脚下。怎么了？铁轨。哦，这是铁轨啊。对，然后你往那边看，一直就通到那儿。哦，是哎。然后也就是说这是头。哦，那个难道是那个碑吗？我们来找这个真正的铁轨的尽头。这是铁轨的尽头，但是现在铁轨被雪掩埋了。日本最北端，这个实际上是铁轨的那个头嘛。有一个时间的。然后发现有一些店上面写着定休日，对，就是今天过节，所以有的店根本就不开。那咱俩一会儿要吃点什么呀？咱俩只能先找一下我之前找的店，看能不能进去吃。行，如果不能进去吃的话，咱们俩就得去找便利店。那咱到酒店办入住，赶快出来。对，但是还好，现在就是时间不晚。他便利店好像开到晚上11点呢。啊，是吗？那还好。这个东西我提前查过了，要不然我真的很怕在这儿吃不上饭。街道，我感觉还是挺亮的哈。是。没有那么说，到这个最北端了，没人管了。对。感觉好像跟那个整个全日本好像都是比较平均。是。没有那种说荒郊野岭电都没通那种地儿哈。哦，这个居酒屋我不能预定，因为它都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也就是现在开着呢。对。那应该我看这意思应该没问题。好像没有车了，走吧。
这儿没车就是真没车呀。我们刚刚到这个志内这个地方，说第一感受啊，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城，但是所有的设施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日本的其他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也没有感觉很残破呀、残败呀。你看，该有酒店、便利店、租车行都有，甚至感觉它比小樽还好一些，就是也不是好，就是像小樽。对，像小樽，很像小樽。但是这些高楼可能是小樽没有这些高楼吧？对，所以说到了以后，我觉得还好，挺好的。我们现在要先去入住，看看就是那个酒店怎么样。对，这是对面有一寿司店，好像也没开。看看那个日本的老皇冠。这个花乐也是一个乡土料理。所以这个酒店多少钱啊？108一晚。对，美金一晚。在最北端可能价格比咱们这一路都贵一些，贵1倍。对。平时可能50-60。是吧？也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可能这儿贵一点了。最近如果节假日的话，可能更贵，可能也不是这儿特别贵，是这个酒店稍微贵一点。我觉得这酒店还比较好，然后呢，而且我还订了明天早上的早饭，它这个价格是加了明天早上早饭的。据说这个酒店早饭很好，是吧？行，这里行，这不是尾房还不是，这边还有一个房，我们俩是尾房偏王。你看，它还是一个，先把门开了。行，这是门是吗？对，这是门，你看。哦，我好，你好。吓一大跳！这还有洗手池，洗手池在门口。哇，这个房间大哎，挺大的哎，哎呦喂，真大！哟，这真不错哎，这是咱们这一路住最好的酒店了，竟然在最北端是吗？对，我们订的是2个单人床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对，双人床这个房间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啊，你看这还有大窗户，城市非常的漂亮。桌子、工作台，一会儿我在这拷数据就行了。这是冰箱。哦，这是冰箱。对，哇，哎，他还给了东西。哟，这是什么？青森县产布丁。布丁，真好哎。给了2个布丁。哎呦，还有2瓶矿泉水，嘿，矿泉水，完美啊。另外一个小房间，卫生间，还有一桶非常用的水。真行。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不是这坏了，这马桶要坏了就拿它冲。对，或者是。这是经常停水，莫非这会儿老停水？对，我也在想这事儿。然后浴室独立浴室，你看没有泡澡，所以说因为它有温泉，对，它有温泉，但是它温泉好像是就是半夜都开着，是吗？它好像一直开到第2天早上10点，哇！然后早上10点的时候它会清洁。去吃汤咖喱。我也感觉是轮船的声音。No guns allowed。怎么样？日本是允许带枪是吗？这个店不允许带枪。我还真第一次看这种颜色鸡胗的。加一点盐就行。挺好吃的。干净抻肉，原始的味道。一夹就脱骨了，碎了。我看是鸡肉。太棒了，好吃吗？好吃。都能看到这个天上面的云，蓝色的天。星星还有星星。哇，真冷。晚上的之内是刮风的那种，就是刮脸的那种冷。看人家在干嘛呢？
在修路。在铲雪呢，你看。是吗？你看。哦，太逗了，他们总是晚上工作，在这儿吸完了，然后另外一辆车过来，把这个雪喷到另外一辆车上。哎呦，踩沟里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切一块蛋糕给你吃。那边就是俄罗斯，对，你看这就是黑龙江。是。虽然不是它的最尖尖吧。对，最尖尖的那边咱去不了。我们现在到日本的最北端了。现在在我们身后就是大海，是地图的尽头，已经不能再往前了。成功！耶！下一站去哪儿？不知道，想一想。